树上挂着个风筝，他想去摘，可是却被院里的壮汉发现。什么人？居然敢偷窥我们习武，滚下来！尽管男孩解释是在摘风筝，尽管他和树加起来还没有院子的围墙高，尽管他对那汉子用匕首划瞎了双眼，然后被踢到路边的臭水沟子里。他哭喊着呼唤爹娘，嗓子都喊哑了。可爹娘还没来，收尸的却来了。他们把他随手扔到乱葬岗，父母出门找他，却被武馆全部杀害。真是的，同一个地方死3个，要死就不能一起死吗？他瞎了，只觉得眼睛越来越痛，蛆在他的眼睛上咕涌着，而他在泥土中像蛆一样咕涌着。男孩不断哀嚎着向四周求救，妄图有人能够发现，可回应他的只有野狗的喘息声。孽畜，安敢食人！老人宛若战神附体，抡起二胡打的那叫一个虎虎生风，3下5除2就把野狗赶走了。就这样，在乱葬岗躺了7天，男孩这条烂命算是落在老人手里了。今晚不知道又要冻死多少人喽。生儿啊，去东家酒肆那里买点混酒，再要碟炸花生。老爷子，你平时不都舍不得这几个钱吗？嘿嘿，就像生儿你说的那样，人世间最痛苦的事就是人死了，钱没花完，苦了一辈子，还不能享受吗？今天就不攒了。嘿嘿。老爷子，你不会又把钱藏裤裆里了吧？嘿嘿。他虽然眼瞎，但鼻子还是很灵敏的，相隔数米就闻到了那吊子钱上的屌味。嘿嘿，财不露白，你这瓜娃子那么爱干净做甚？反正都是要给别人的，快去，一会儿让你多吃点便是。行吧，少见你花钱，今天确实不能扫了你的雅兴，你把钱记上面吧。他们爷俩平时挣的钱，除了维持生活基本所需外，都被老人攒了起来，美其名曰说要给孙子娶个媳妇儿。可少年知道，他一个瞎子，没权没势没多少钱，等老爷子两眼一瞪，又有谁会把自家姑娘推火坑里呢？绑好了，去吧。得嘞，走了。大雪天的使唤一个瞎子给打酒，亏您狠得下心。臭小子，也不把门带上。少年来到镇上的酒肆，这也是他寻常工作的地方。平日里爷俩一个拉二胡，一个唱，得的赏钱与酒肆老板3七分账，这70%还是人家的。小二，热壶混酒。啊，是陈胜啊，给你爷打酒呢，把酒葫芦给我吧，我去给你筛酒去。酒葫芦给你，别给我掺水，再要一碟炸花生，休要缺斤短两。放心好了，知道你鼻子灵，咱也不会坑自个儿人。店小二摆了摆手，筛上一壶酒去伙房温烫。少年摩擦着被自己盘得光不溜秋的盲杖，心中感慨万分。10年了，他穿越到这个封建异世界已经10年了。少年名叫陈胜，是个穿越者，但开局一个要死的5岁瞎子是要闹哪样？得亏被老头捡到，不然早就成野狗嘴里的肉食了。片刻之后，酒来了，这是炸花生。等等，干什么？我可没在酒里掺水。酒虽然没掺，但花生可拿了不少，是你自己拿出来，还是我告诉东家你手不干净？别，可千万别告诉东家！店小二连声哀求，将昧下的2两炸花生物归原主。东家最讨厌底下干活的人手脚不干净，要是被知道了，他铁定要丢了这份活。管好你那贪吃的嘴，不然东家早晚会发现的。这到底是真虾还是假虾啊？走得比正常人还利索几分。老爷子，你要的吃食和酒来了，快进来，别冻坏了。怕冻坏你就不会让我去打酒。嘿嘿嘿，这不是肚里馋虫饭了吗？嘿嘿嘿。有酒有吃食，怎地没有曲儿乐呵？生儿拉曲就拉你那2泉映月。不是真把这当酒肆了，还2泉映月，大雪天的拉着杯去，也不怕把你送走了。陈胜嘴上抱怨，但手上却摸索起墙上挂着的二胡，开始拉了起来。二胡技艺是他从小跟老头学的，至于2泉映月，是陈胜根据前世的记忆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。老人一边吃食喝酒，一边摇头晃脑地听着陈胜拉曲，好不自在。一曲终了，余音绕梁。好，青出于蓝胜于蓝，一曲肝肠断，天涯何处觅知音呀？还真送走了呀？几天后，雪停了，一座孤坟立在林子边。陈胜的思绪又回到了当年。老人救下5岁的他后，先是用马刷刷掉陈胜伤口上的烂肉，然后再用盐水清理后包扎起来。许是老天爷觉得他这个穿越者不该死得如此窝囊，在这个没有消炎药的世界，陈胜居然奇迹般的痊愈了。而后他便开始跟老人开始了长达10年的流浪生涯，走到哪里卖唱到哪里，最后临了回到老人的故乡，用积攒的一部分钱安家落户，与镇上的酒肆老板确认了你7我3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。
所以老爷子，你是早就知道自己大寿将至，才给我把生计都安排好了吗？这个世界的酒真特么混啊！可是老爷子，我还有大仇未报，终究走不了你安排好的路。饮尽壶中最后一口酒，陈胜拍拍屁股站起身。今天是他待在小镇的最后一个晚上，少了老人，不大的屋子里显得有些空荡荡的。陈胜抽出枕头里的钱袋子，这是他和老人多年卖唱所积累下来的钱，掂量了一下，5两银子正好。再次躺在硬邦邦的土炕床上，不知何时进入了梦乡。梦里的世界四周一片空白，唯有一个瞎眼的中年大叔手持杖刀，早已等候多时。他的眼眉处有2道狭长的伤疤，陈胜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每次看到他，就好像看到未来中年落魄的自己。是的，在这个梦境世界，陈胜没有瞎，他能目视一切，这就是他的金手指。久等了。两人将手都搭在了各自的刀柄上。就在这时，陈胜闭上双眼，因为如果不闭，以他现在的实力，能轻松战胜这个大叔。毕竟他早已经在大叔手底下死过上万次了，早就摸清了刀法套路。嘿！看着眼前和自己在梦里激情互砍10年的大叔消失，陈胜不以为然，等待着一个熟悉又崭新的瞎眼大叔再次出现在原地。然而，这次瞎眼大叔不再出现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穿羊皮袄、蓬头垢面的少年盘坐在地，腿上有刀，难道是刀客？难道是御刀术？这是什么妖孽？有意思啊，让我看看你有什么真本事。7步，5步，3步。好快的刀，明明是我先出手，却被人家抢先割了脑袋。正在陈胜感慨双方之间的差距时，他的身体突然发出爆豆般的响声，一股记忆不断灌输进脑海中，那是瞎子大叔对刀的感悟。原来如此，打服了就会消失吗？感受着不断增强的体质，由衷的感谢瞎子大叔的馈赠。他现在的身体素质已经比很多成年人还要强了，对刀的使用也更加得心应手。戴上斗笠蓑衣，背起行囊2壶，腰里悬着酒葫芦，全副武装的陈胜拍了拍房门，算是最后的告别。是时候该复仇了呀！但临别之前，他还要先办2件事。闯荡江湖是需要钱的，于是他拿着老头的房契和地契，来到了当铺。一间老破屋，5两银子，10两。就那破屋子，你还想要10两？我最多出6两，我卖。陈胜拿着房契和地契扭头就走。当初老人可是花了15两银子买下来的房子。回来，10两就10两，活当还是死当？死当不熟。陈胜掂量着手里的碎银子，少了点分量，说是10两，实则9两半，短了半两，换算成铜板的话，差不多能换5吊钱。哎，又欺负他是个瞎子。陈胜摇了摇头，并没有像在酒肆时那么斤斤计较，他的钱可不是那么好拿的。将装碎银子的袋子系好揣怀里，他离开了当铺，一路行至镇东铁匠铺，叮当打铁之声不绝于耳，半里地外都能听到。周师傅，我要的刀打好了没有？钱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你要3两银子，我事先已经付了定金1两。给，这就是你要的刀。陈胜从抽出这把刀时就感觉不对劲，出鞘声很生涩，拔刀时还感觉到了一点阻力。他双指并拢，拂过长直的刀身，指尖有磨砂感，还沾染了一些东西。是铁锈味。这铁匠给了他一把锈刀，刀与鞘的大小也有些不匹配，明显是随意糊弄制作。小子，这把刀不错吧？好刀。杖刀入鞘，陈胜离开了铁匠铺。还是那句话，他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。不一会儿，他来到了集市。冬枣干，5文钱1斤，买回去煲汤可暖着嘞。山里刚打的兔子，带皮毛的，皮扒了能做帽子，一口价半吊钱。老板，这畜生老了，走不动道了，劳驾您给杀了，送您一扇腿肉。老骡子似乎是预知到了自己的结局，发出阵阵凄厉的哀嚎。而当屠户亮起屠刀时，他爆发出了惊人的力气，从老头手中挣脱，在集市上横冲直撞。孽畜，不要跑啊！
妮儿，你没事吧？吓死为娘了，快，还不谢谢恩人？哦，谢谢大叔。要叫哥哥。孽畜，看你还往哪里跑！老骡子被陈胜猛不丁踹一脚，一时半会儿起不了身，在地上直打转。等他清醒过来，四肢已经被老头拿麻绳捆上了，只等屠户来个痛快。等等，这位老丈，你这骡子卖否？于是他的巨款又去了3两，加上卖房卖地的钱，也只余8两半了。老骡子似乎知道陈胜是他的救命恩人，走上前去，用脑袋蹭着陈胜的手。看你是头上了岁数的骡子，就叫你老马吧。老马呀，看你年纪大，我就不请你了，但行李你得背着。陈胜将买来的干粮、衣服、二胡等行李全都一股脑地挂在老马背上，自己身上只留8两半的巨款和账刀。就这样，一匹掉毛的老骡子，一个瞎眼的少年，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。很快，一人一骡来到了一座破庙，准备歇一晚再走。老马，大冬天的牧草不好找，面饼子你吃不吃？可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响起清脆的铃铛声。阴人借路，阳人回避，要避不避，阁下自理。赶尸人？为什么一个边陲小镇的路上会碰到赶尸人？这年月，除了大富大贵之人，谁会花钱把客死异乡的亲人送回家乡落叶归根？这雪可真大啊！这位小哥，贫道乃茅山赶尸人，今日受人之托，将一失足落水的行商尸体送回其家乡落叶归根。岂料天色渐晚，风雪交加，可否容贫道在此休息一晚？道长，你尽管歇息便是。这破庙本就是给路人避雨雪之用，我一时客罢了。茅山赶尸人，这倒是让我联想起英书了。红线糯米今犹在，不见当年领导人。这位小哥，你难道不怕吗？无妨，我是个瞎子，看不见。抱歉，是贫道梦浪了。给小哥，这是贫道在乡下村子买的酱驴肉，味道不错，尝尝。老马，这你可不能吃。瞎子将那硕大的骡子脑袋推开，哭笑不得。骡子是由母马和公驴杂交而来，老马吃驴肉，那不就是吃他爹的肉吗？道长，您还是留着自己吃吧，我不看着老马，他怕是要行大逆不道之事。哈哈哈，小哥也是个妙人，明明是骡子，却给他取名老马。道士把驴肉收入行囊中，拿出一个梆硬的炊饼啃了起来。道士搭讪，瞎子回答，两人就这么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，期间还夹杂着老马不甘心的嚎叫声。妈了个巴子！前几天的雪才刚化没多久，今儿个又下，真是晦气。鬼一边去，这火堆是我们的了。好浓的血腥味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老大，这里有具尸体诶，脸上还挂着铜钱。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这位大哥，贫道是赶尸人，这是贫道所赶的尸，可不能擅动。万一引起尸变，可就糟了。哼，尸变，我连活人都不怕，还怕个死人？这位好汉，人死未必如灯灭，还是积点口德吧。口德？牛鼻子，实话告诉你，你赶的尸还没老子杀的人多。要是真有因果报应，那我们刚杀的何家沟16户人，岂不是早就提着脑袋来找我们吗？对呀。不好！哼，你这牛鼻子变的戏法倒还挺新鲜，再给爷们变几次。诸位，我劝你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。我所赶之尸正是何家沟人，你们将他世上的亲人全部杀光，无人替他收尸，往生路已断，必会找尔等复仇的。复仇？这刀沾了不少何家沟人的血，我倒要看看一个死人如何复仇。活了，活了，真的活过来了！僵尸咆哮着冲入劫匪群中，大开杀戒，将这小小的庙宇化作屠宰场。老马见这修罗场景，四体一软，赶紧把脑袋埋进干柴里，做一个我看不见你，你就看不见我的鸵鸟。反观瞎子则是神情镇静，将手搭在账刀柄上，身子稍稍弓起，微微侧耳倾听。小哥，这僵尸已成气候，我一降服不住，须得回去通知门内长辈来处理。趁着这几人吸引仇恨，我们还是快跑吧。3步，2步，1步。
倒是拼命仰头，死死盯着瞎子，眼珠子瞪得比老马还大，好似是在问为什么？你是怎么发现不对劲的？何家沟我去过，那里的人家庭情况很一般，就算是最富庶的人家，也顾不起赶尸匠。你的伪装实在太差劲了。先进小庙，再问许可。右借驴肉，靠至火堆旁，身上的尸臭味比那僵尸还要浓厚。瞎子猜对了，其实他是个野茅山，只是学得一点民间流传的炼尸之术，便打着茅山的旗号罢。而那具僵尸生前确实是何家沟人，但并不是什么有钱的行商，而是一个武馆学徒。武者器械强大，最是适合用来炼尸。当他一进庙，看到瞎子那看似瘦弱的身子，内里的气血却无比丰厚，都赶得上入品的武者了，于是便起了歹心。只是没想到大费周章的制造机会靠近，却被瞎子一刀了结。此时地上的倒是已经没了气息，土匪们也一个个躺在地上，只有那僵尸倒是站着一动不动，想来是没有了道士的下一步指令。倒霉催的，怎么今天碰到的人一个比一个坏？闹腾了一晚，第二天雪停了，瞎子把在场所有死人堆在一起，一把火全烧了。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铺路无尸骸。古人这俗语还真有那么点道理。劫匪们贡献了53两，倒是贡献了4两半和一本册子，反正都是些不义之财，拿的也心安理得。这应该就是那道士的炼尸之法，反正我也看不见。老马，走吧，继续赶路，咱们还有正事要做呢。正午时分，一人一骡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清泉镇。刺瞎他双眼的人就住在这里。来到小时候熟悉的地方，瞎子的思绪又回到了当年。哼，都是你们这些贱民占了我放风筝的地方。哼，这什么破风筝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回去让阿爹再给我买个更大更好看的。别人不要的，我捡来，应该不算偷吧？可不能让他跑了，要飞也只能在我的手里飞。什么人，居然敢偷窥我们习武？滚下来！成了你的身体，总得替你一家子报仇。今日以后便再无因果瓜葛了。那的王八蛋在叩门啊！这么4个瞎子，麻烦你进去通报一下，我是来踢馆的。你踢馆？小子，看在你刚才都也一笑的份上，赶紧给老子滚！不好了，师傅，有人来踢馆了。10年了，记忆里的树依旧还在，杖刀扣地。瞎子闲庭信步地走进武馆，武馆内几10个学徒将他围了起来。是那个不开眼的，敢来踢馆啊？真好，原来你也在啊！你认识本馆主？看来你已经忘了，10年前院门外的大树下，你用匕首划下了一个孩子的眼睛。10年前，孩子风筝。壮汉瞳孔骤缩。当年他正因为迟迟入不了品阶而感到烦躁，听到了外面树上有动静，便前去查看。正好看到摘风筝的孩童，不由分说以偷窥武学为由，废了其双眼。傍晚，孩童父母前来讨要说法，壮汉一不做二不休，杀了2个。给了收尸人1吊子钱，让他加个趟，把2具尸体运到镇外乱葬岗扔了。几年后，他成功入品，娶了师傅的女儿，继承了武馆。而那个孩童，那对夫妇，他从未放到心上。所以你是来复仇的，就凭你一个瞎子。也好，既然你送上门来让我斩草除根，那今日就彻底斩断这段往事吧。来人，许我大刀来。小子，当年我用匕首废了你2只眼睛，今天就用这大刀斩你项上人头。今日我只诛他，无关人等离开这里。今日我只诛他，无关人等离开这里。这下子莫不是失心疯了？他不会真的以为能斩了馆主吧？就是，看他那样子，走路都费劲，还想杀馆主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好快！他怎么也想不通，为什么自己苦学10几载的功夫，却被瞎眼少年一招毙命。死了，馆主死了！死吧！
老婆子，我做鬼也不会。找到你了，小鬼，要怪就怪你家大人没藏好你吧。半刻钟后，瞎子打开院门，两手空空的走了出来。他拍了拍老马的屁股，在上面留下几道血掌印。走吧，老马，得找个客栈，要点热水好好洗洗。瞎子仰望蓝天白云，心里前所未有的畅快。他从未认为自己是良善之人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把人全杀了，这报不就完了吗？长街古道，路上民众见到一个血淋淋的人牵着骡子行走，纷纷躲闪开来。乱世人命如草芥，况且这边塞之地，朝廷更是鞭长莫及。小二，来间上房，再备好热水，我要洗澡。啊，这位客官，您这是？莫要多问，备好热水，给我的骡子刷一刷毛，我给你1刻钟的时间。我洗漱完便走，多的算赏你的。得嘞，这位爷，您楼上好雅间烧的。半个时辰过后，瞎子换上新衣，十分清爽地牵着老马离去。而县里的捕快此时才刚赶到案发现场。大人，一共38人，近乎全是一刀封喉而死，高手，这绝对是高手啊！快去请止戈处的王大人前来。武馆馆主可是9品武者，这样的人都被一刀毙命，那么凶手至少也是同等级的武者，甚至更高。捕头还没入品，手底下一共才10几人，实力还不如武馆呢。真要碰上凶手，都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。捕头捕快的，1个月几两银子，玩什么命啊？很快，捕头口中的那个王大人就来了。这怎么了，大人？这武馆馆主我认识，几年前还喝过人家孩子的满月酒呢，没想到今日居然惨遭横祸。是啊，虽然现在兵荒马乱，但30几条人命的大案，不调查个水落石出，小镇上恐怕要人心惶惶了。王大人开始翻看起院内的尸首，很快他的冷汗就从额角流出。一刀封喉，恰到好处，这凶手怕不是个人徒。大人，此话何解？要做到这样干脆利落，起码要杀上1000人以上。当然，也不乏天赋异禀的，凶手应该和我一样，都是7品后天武者。大人，会不会比7品更高？应该不会，如果再高，就完全没必要采取刀刃割喉了。7品往上就是先天高手了，到了那个级别，武者尽力外放，能隔空杀人。在这个世界，武者境界大致分为9品，每3品划一大街，下3品后天断体，中3品先天通脉，上3品灰原辟窍。那就好，大人您也是7品，抓住凶手就靠你了。非也，同品之间的实力也是有差距的。我刚入7品初期，如果是我对上这武馆馆主和30多名学徒，断然做不到刀刀封喉。怎么会这样？这凶手很强。众人来到里屋，顿时又被惊出一身冷汗。只见老太太倒地死不瞑目，孩子被刀刺中心脏，鲜血染红了桌布，墙上写着一行猩红大字：杀人者，枫林镇陈家村瞎子。哎，果然是灭门吗？这瞎子到底和这武馆有何深仇大恨？看来回去得好好调查一番了。王大人神情凝重，拔出孩子胸口上的刀，这才发现居然是把残刀。大人，刚刚有人来报，曾见过一个浑身是血的少年招摇过市。是什么时候？现在那少年人在何处？这个大概在1个时辰以前。该死，点其人，跟我走。大人，是要追拿凶手吗？追个屁！去枫林镇陈家村。1个时辰过后，一行人抵达了枫林镇陈家村，问清楚缘由后，便把镇上典当铺的老板和铁匠铺的光头铁匠给抓了起来。大人，草民冤枉，草民冤枉啊！大人，草民一直秉公守法，从未犯罪，你们抓错人了呀！哼，有没有罪不是你们说的算的。我问你，这刀是不是你打的？光头铁匠望着被血水浸染透的残刀，脸色顿时一变，这不就是他当初卖给那瞎子的杖刀吗？大人，这确实是草民打的刀，请问到底发生了何事？呵呵，发生了何事？凶手用这把刀在清泉镇杀了38个人，你说有没有事？杀了38个？大人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就是一个瞎子，又如何能杀得38人啊？是啊，大人，那瞎子草民镇的，一个卖唱的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可能是杀死38人的元凶呢？定是有人在误导大人。大人，卑职所言句句属实啊，确实有人看到一少年浑身是血招摇过市，与那陈家村瞎子年龄正相仿，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巧的事啊？直娘贼，你的意思是本官在胡乱鞭策吗？冤枉啊，大人！草民，行了，都押回去审问，等调查清楚了再说。王大人揉了揉眉心，摆手让人把这俩货押回衙门，一个收了瞎子卖的房子，一个卖给瞎子刀，两人是不是同伙，还得等更详细的调查结果出来。总之是最起码牢里走一遭了。3天后，就这么定了。枫叶镇典当铺老板以及铁匠铺的光头铁匠，便是杀害武馆38人的真凶。明日午时，菜市口问斩。大人，草民冤枉，草民冤枉啊！胡县令，
此二人并不是凶手啊！捕头不是已经查明，此二人买房卖刀，纯属正常买卖，皆无资助之意，连帮凶都算不上啊！王老弟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凶手一日不及拿归案，斩首示众，镇上鄙人心惶惶，流言四起。那瞎的不过数发之灵，就算是凶手，你信我信，百姓可信乎？王大人久久不语。一个瞎子少年，一个满身肌肉的光头铁匠和獐头鼠目的典当铺老板，杀了谁更能使百姓信服，安抚人心呢？其实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。长路漫漫半里长，那一身胆识与热肠，寻自我觅真情，平步处事作家乡。瞎子扯着沙哑的嗓子和老马一唱一和，欢快一场。他知道典当铺老板和光头铁匠八成会被当作替罪羊，会被砍了脑袋的。但这又如何呢？世道就是如此，你坑我就别怪我算计你。他早就打着借刀杀人的主意。那典当铺老板还经营着高利贷、9出13归，利滚利逼着人卖田卖房、卖儿卖女，然后再凭着典当压价赚得一手黑心钱。光头铁匠平日打铁缺斤短两，滥竽充数。在酒肆喝酒时，曾吐露自己落过草、杀过人、拿人心下过酒。这两个人，瞎子栽赃的毫无心理压力。我这也算是为您除害了。瞎子拿起酒葫芦，喝了一口水润润嗓子，准备再高歌一曲。可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阵哭啼声。我的儿啊，你怎么能先走到为父前面啊？我的儿啊！西西，晚饭有着落了。深夜，女人悄悄用辣椒水浸泡自己的手帕。第二天出殡的途中，他看准时机冲到老爷面前，掏出昨晚的手帕往眼睛上一擦，眼睛立马像火烧一样，泪水止不住的流淌。老爷，您节哀顺变，身体最重要，这个家可不能没有你啊！这个家确实不能没有他，因为钱老爷80岁的高龄，光婆娘就有7个，但膝下儿子却只有1人。可偏偏就是这根独苗比他爹还要厉害，他爹娶7个老婆，他再青楼一次就要点8个，所以年纪轻轻便掏空了身体，最终死在了女人的肚皮上。眼看后继无人，钱老爷又悲又怨，趴在儿子棺材上哭得死去活来。7个老婆见状都想趁机上位，继承家产，可奈何怎么也哭不出来，只能干着急。还得是7老婆心思活络，直接辣椒水泡手帕，上演了一出母慈子孝的感人场景。而这一幕让路过的瞎子都忍不住想要献上一曲。关键是如果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还能吃席。于是瞎子席地而坐，便开始拉起了二胡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钱老爷一听见二胡声，立马就愤怒不已。嘿，是哪个拉的小曲儿？比老爷我站出来！完了，本来想展现我高超的二胡技术，混口戏吃，现在看来好像搞砸了。不对，没毛病啊，我的二泉音乐是符合现在的氛围的呀。老爷，就是他拉的二胡小曲儿。哼，你这乐师，谁叫你乱拉曲儿的？是在笑我英年早逝吗？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要不我拉个潇洒走一回。赶紧滚！钱老爷破口大骂，还潇洒走一回，死在女人肚皮上很潇洒吗？当然，瞎子并不知道这些，他只是想吃席而已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这席是吃不上了，他只能无奈牵着老马离开。天色渐晚，瞎子闻着炊烟味，来到一个村庄。有人吗？在下乃是一走街卖唱行脚之人，天色渐晚，想借宿一晚，不知主人家可行个方便？且把骡子拴在门前立柱上，进屋暖和暖和吧。多谢姐姐。你这孩子嘴倒是挺甜，我都是为娘的人了。这腊月寒冬，你怎的一个人乱跑？你家大人呢？家里人全死了。哎，这世道啊！娘，晚饭煮了吗？牛牛的。煮好了，煮好了。农妇望着女儿，不知想起了什么，鼻头一酸，泪水在眼眶打转。只是因为瞎子在场，才强忍住没有哭出声来，埋头去灶台盛饭。不多时，一个老舅带着裂痕的碗放在瞎子面前。家里只有这些野菜粥，还请客人见谅。姐姐说笑了，我这里还有些炊饼，劳烦您掰碎了放锅里，大家一起吃吧。这如何使得？哎，姐姐莫要推辞，您让我借宿一晚，我已不胜感激，几张饼罢了。妞妞想不想吃炊饼啊？妞妞不想，妞妞喜欢吃野菜。这位姐姐，你就别为难妞妞了。我虽然眼睛瞎了，但耳朵可好使的嘞，吸口水的声音我可听见了。这多谢小哥啦。农妇羞得无地自容，接过炊饼去厨房忙活，眼角流出2行清泪，大概是被柴火熏的吧。谢谢大哥哥。妞妞开心地抱着瞎子的脖子，如果那鼻涕没有流到衣服上的话，应该是个很温暖的画面。不一会儿，
3碗热气腾腾的炊饼野菜汤端了上来，瞎子接过一碗，开始吸溜起来。可就在这时，门外又传来熟悉的送殡声。白天他遇到的那个钱老爷，此时的送殡队伍正好路过这儿。哼，死得好，苍天有眼，活该你儿子横死。姐姐，您这是何故？小哥，你有所不知，家里男人死得早，那钱老爷欺负我们孤儿寡女，强买我们家田地，说是什么风水宝地，等他死后要葬在那里。老天有眼，倒是让他儿子先用上了。原来如此，这么说那钱老爷是个大恶人喽？可不是吗？那钱家的良田千亩，有半数是强买得来，周边几个村的村民有什么急事找他借钱周转，最后还债时，轻则卖房卖地，重则卖儿卖女，好不凄惨。他曾瞧上村东头卖货郎的女儿，雇人将其腿打断，逼得人家女儿不得不卖身救父，最后玩腻了。一提到钱家，农妇像是打开了话匣子，愤愤不平地隶属着钱老爷犯下的罪孽。瞎子则是在一旁静静地聆听，讲着讲着，妞妞却打起了哈欠。小哥，我带妞妞去睡了，你今晚就睡在里屋，床我已经铺好，炕也烧起来了。多谢姐姐叨扰。有了暖和的炕和舒适的床，瞎子很快就陷入了梦乡。梦里那个腿上绑着2把短刀的少年已经等候他多时了。果然，我在梦里的身体素质和现实同步了，这还得多亏了瞎子大叔。嘿，小哥，这次我可不会被你一刀秒了，不能再像上次那般鲁莽，得仔细研究一下这少年的招式套路。真是一把快刀，仗刀斩下，只是让少年后退半步，随后的快刀反击，我能看清他的动作，可身体却跟不上。也就是说，他的速度直接碾压我。哼，再来。瞎子没有气馁，再次入梦拔刀。长夜漫漫，不是你砍我，就是我砍你。天渐拂晓，农妇起床烧火做饭。截止目前，他在梦里已经被少年砍死23次。看来一时半会儿是想不出什么对敌方法了。想当初对战瞎眼大叔，其实早已可以将其斩杀，可是却没有摸清门路，一直仗着眼睛欺负人家。直到上次心血来潮闭上眼睛互砍，获得胜利后，才知道这梦境里的对手也是可以换人的，只要将对手打得心服口服即可。真是白白浪费了几年时间，这垃圾的金手指连说明书都没有。小哥，金手指是何意？原来是因为刚才想得入神，完全没注意到农妇进来叫他吃早饭。没什么，姐姐，咱们村里有铁匠铺吗？村东头的刘铁匠是个老把式，平日里大家的农具坏了，都是找他打的。沿着门口的路，朝左一直走就到了。吃完早饭，我带你前去吧。不用了，姐姐忙你的事，我慢慢走过去就行。瞎子靠着盲杖，漫步摸索到了村东头，刘铁匠正在打铁。请问刘铁匠在吗？娃儿，你是要打农具还是修啊？我要打刀，一把仗刀。这些钱够打一把好刀了吗？够，太够了。刘铁匠的眼睛都直了，这是他今年接到的最大买卖。平时村子里都是来修锄头、柴刀什么的。老汉，我这儿有一块百炼钢，大前边军使得志士刀便是由此打造，不知客人满意否？行，何时能打造完？明日正午便能完工。好，先付1两定金于你。瞎子将1粒碎银子收回，转身离开。刘铁匠拿起铸造台上余下的小碎银，乐得后槽牙都快笑掉了。他连忙招呼徒弟去把用来垫桌脚的那块百炼钢取出。其实他也曾梦想打造一把好刀，让自己名声大噪。可打出百炼钢坯后，却发现在这小山村里毫无用武之地，只能垫桌脚吃灰。瞎子拄着盲杖往回走，结果大老远的就听见农妇家里的吵闹声，他赶紧大步往回走。这骡子不是你们的，快滚！大妹子，这骡子不是我们的，难道还是你的？你家什么样，我们还不知吗？男人哈哈大笑，露出一口黄牙。他叫牛二，是钱老爷的打手，村里有名的泼皮头子。本想着农妇的男人死了，地也被占了，家里定是已经揭不开锅，给2个馒头没准就能快活一晚。没想到他家门口居然拴着一头老骡子，这年月弄一顿肉食可不容易。于是牛二顿时便起了心思，想要把这骡子悄悄牵走，祭一祭自己的五脏庙。岂料这骡子老成精了，一牵就叫唤，把屋里做饭的农妇给引了出来。你们几个狗日的，那骡子是借宿在我家的客人所有，若是敢动，老娘就跟你们拼了！不知好歹的家伙，阿豹、阿虎，给我把他按住了！老子今天不但要拿骡子肉下酒，还要犒劳一下我裤裆里的小兄弟。是老大。屁股大是个好事养的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就不怕我报官吗？你要敢报官，我们就宰了你女儿。一想到女儿，农妇瞬间愣神，阿豹果断一个飞扑，将其按倒在地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哈哈哈，按着别动，
今天我就要给下面的兄弟开荤。哼，不准欺负我妈妈！滚蛋！小心也把你这丫头卖到人牙子那里去！牛二随手一推，将妞妞推倒在地，却没注意到身后的老马已经默默将屁股对准了他，一记撂蹶子。我的窝子，我的窝子呀！牛二捂着自己的鸡窝子，双眼赤红。鸡虽然没飞，但他感觉自己的蛋快不行了。阿豹、阿虎，别管那娘们了，把这套骡子给我宰了！听说你们要宰我的骡子？妈的，你又是哪根葱？这个骡子是你的，你叫他一声，看他答应吗？老马，如何？现在可以证明这是我的骡子了吧？我管他是不是你的，爷今天就要吃骡子肉。阿豹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把他给我打走！知道了，老大。小子，别怪我。嘿，休伤我弟！阿豹、阿虎，该轮到你了。好汉爷饶命！好汉爷饶命啊！小的下次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姐姐，你说怎么处理他们？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！好。农夫一脸不可置信，一把将妞妞护在身后，惊恐地看着瞎子。他嘴上说要让牛二去死，其实也只是逞口舌之力，被悲愤冲昏了头而已。杀人了，杀人了！闭嘴！还能走吗？把他给我带上。是。姐姐，我有事先出去了，老马就交给你照顾了。你先把地上的痕迹扫干净吧。我知道了，小哥，你还是快逃吧。牛二是钱家的打手，他要是不见了，定会引起钱家人注意的。姐姐你放心，不会引起他们注意的。就这样，两人一人拎着一具尸体离开。可刚出门，阿虎就动起了歪心思。嘎达大人，这尸体就有效的逮牢，埋在村外的乱葬岗。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透露出半点私情的。阿虎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大人，什么话？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。饶命啊，大人，饶命啊！小的保证，绝对不会透露分毫的。呵，没卵子的家伙，起来吧，你还有用，我不杀你，带我去钱老爷的宅子。好，大人，我这就带您去。阿虎惊恐万分，连忙扛起阿豹的尸体，朝着钱家宅子走去。而瞎子则听着脚步声，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。大人，前面就是钱家宅子了，你看着。好，你没用了。谢大人饶小的一命，小的必定。你是不是理解错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没用了，可以去死了。女人被砍掉四肢，挖掉眼睛和舌头，做成了人质，沦为财主变态的玩物。玩腻后又被随意的丢进雪中，活活冻死。而这位钱财主的罪行还远不止于此，他家里虽有良田千亩，但半数以上都是强买的来。当村民有什么急事找他借钱周转，最后还债时，轻则卖房卖地，重则卖儿卖女，好不凄惨。来的路上，瞎子默默地细数着这位钱财主的罪行，心里已经打定了为民除害的准备。真他妈冷啊！这鬼天气还守个什么门啊？谁他妈会来啊？行了吧，不守门，你今天的饭都没有着落。嗨，我也就胡咧咧两句了。好多人想要这份差事，还都没有。嘿，干什么的？要饭去别地方要，叫我们老爷知道了，非得打折你半条腿不可。我这装扮那么像乞丐吗？这位老哥，能否让我进去？我有要命的事找钱老爷。找我们家老爷？我们家老爷怎么会见你这乞丐？还不快滚！怎么回事？外面怎么这么吵？是不是有不知死活的乞丐上门乞讨啊？快走啊！等林管家出来，你这小子腿就真保不住了。大个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，你下不了手，让我来。打断一条腿，公事公办。若是要了这乞丐性命，没准还能得管家提拔。大个啊，这泼天的富贵你把握不住，就让我来。嘿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高个儿，你跑啥呀？钱府门前杀人了！哦，那我先拍照发个朋友圈。咦，你怎么换手机了？嘿嘿，这是我在转转上买的，我这苹果13只要2500，比新机便宜了3000多，而且转转上的手机都经过多轮质检，品质有保障。一般的二手保修期都很短，但转转跟新品一样，直接保1年。上面的笔记本也只要1700多。哦，如此甚好，等我发了工钱就去买一台。瞎子并没有去追他，因为那家伙把握住了泼天的富贵，用善良从他手里换回了一条命。吵什么人？杀什么人？鬼叫什么？我看你们是不想在钱家。饶命！饶命啊，大侠！尊敬的钱老爷，请问你的命值几个钱呢？文银100两，文银100两。他都快被吓尿了，同时也认出了瞎子。早知道这瞎子那么能打，
当初就该让他拉一手二胡，蹭个席罢了。文银百两，钱老爷的脑袋就值100两银吗？不，大侠，您听错了，我说的是黄金100两，黄金100两啊！1两黄金现价大概可以兑换10两银子，黄金100两就是1000两白银，像钱家这样的一村地主拿出来绝对伤筋动骨。呵呵，这还差不多。不过这还不够，钱老爷，你倒是让我想起一句很经典的话，你想不想听呢？你说，小的洗耳恭听。曾经有位伟大的哲学家说过，如果有1番的利润，资本家们会铤而走险；如果有2番的利润，就会蔑视律法；如果有3番的利润，他们会践踏世间一切，甚至连绞死自己的绳子都可以卖给敌人。钱老爷，虽然你不是资本家，但我觉得你跟他们是差不多的，都是要钱不要命的人。200两黄金，200两黄金，大侠家里就这些钱了，大侠。那地契呢？地契，他要这玩意儿干什么？难道抢完钱还打算在村里安家落户不成？你看，钱老爷，我都说了，你和那些资本家一样，都是要钱不要命的人。给地契，我给那个管家不，翠玉啊，赶紧去把地契拿过来，就在我书房那张床底下的地砖里。那名叫翠玉的小妾闻言浑身一震，瑟瑟发抖，她的腿早已被吓软，挪不动道。钱老爷看得着急，正要换另一个小妾，却被瞎子阻止。你不用喊了，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。钱家所有下人去搜宅子里的金银地契，有多少拿多少出来。大侠，还是让我帮您拿地契吧。哼，有意思啊，钱老爷觉得是吃定我了吗？不，大侠，小人不是这个意思。得了，你的语气早已出卖了你。钱家的下人们除了金银地契，其他东西我一概不管，例如主仆契约什么的，上面买主签的是钱老爷的名字，我要来也没用。随着瞎子的话音落下，下人们麻木的眼睛多了一丝亮光，因为钱家绝大多数仆人都是签过卖身契的，为奴为婢，就算被打死，官府也不会追究。奴仆们的眼睛亮了，钱老爷的脸去刷地一下变白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完了，这下钱家是真的要完了。买卖二等，除了卖身契外，还在官府做过被当的，就是把契约撕了，我再去衙门补一份便是。那如果我把你杀了，是不是就没人去补了？奴仆没了就没了，没了再买便是，除了金银和地，我还有。哦，对了，钱家储藏的粮食，我一个人也带不走，你们可以拿去做路上吃食哟。此话一出，算是彻底掐灭了钱老爷最后一丝希望，同时也给了钱府下人们足够的信心。一个穿着单薄衣服的下人挺身而出，随后是2个、3个、10几个、几十个，他们眼里都充斥着火热。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钱家的粮仓地窖在哪儿，因为偌大的地窖都是他们一锄头一镐子挖出来的，挑满苦难的肩膀上，也经常背着钱家的一袋袋粮食。现在他们要做的不过是将那一袋袋粮食又重新背出来，从他们挖的那个地窖背出来。只不过这一次，这粮食那金银都不再姓钱了，他们或许姓陈、姓张、姓王。不许拿，你们这是在犯法，官府会追究的，全都给我站住！站住啊！大胆刁民，你眼里还有王法吗？法不责众，尔等背着粮食横穿村里，一路走一路喊，就说钱老爷心善，看不得大家忍饥受冻。现在钱宅开仓放粮，先到先得，晚了就无。记住，你们换的人越多，县官就越不能拿你们如何。届时只需推出我这个首恶，吸引注意，便无罪矣。疯子，你就是个疯子！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？那群贱民是你爹娘吗？非得散尽我钱家家财不可吗？路见不平，一刀斩罢了。干了！对呀，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不，你们不能走，都是我的钱，我的地，我的粮，你们这群贱奴！聒噪！瞎子这一棍打断了钱老爷的腿，也打断了奴仆们心中最后的枷锁。他们纷纷冲进钱宅，四处搜刮起来。很快，小堆的金银首饰珠宝，大堆的粮食全都放在院子中央的空地上。钱老爷看着这些千辛万苦积攒的家底，绝望中带着一丝庆幸，因为他的小金库还没被发现。就这么些金银细软吗？总合起来价值也不过3000两。我不相信这是你钱老爷的全部身家。钱家注定要家破，你们要跟着人亡吗？不知大侠要如何才能放我们一条生路？简单，你们是钱开的枕边人，最是知晓他秘密，找到他私藏的黄金，我不仅可以放过你们，
每人还有100两银子的遣散费。几个小妾眼中顿时有了异样的神色，他们在合计到底要不要陪着钱家一起死。没过几分钟，他们就得出了答案。回大侠的话，有一次我们姐妹想把院子里的树修整一番，做个秋千以供玩耍，岂料前老爷他大发雷霆，定责令宅里的任何人都不准靠近那棵树。七老婆的话算是打开了话匣子，其他几名小妾七嘴八舌的将钱老爷平时的异样表现都说了出来。瞎子听得直点头，钱老爷则是听得直冒汗，不一会儿就总结出3个地点：院子里的树、假山以及伙房后面的水缸。完了，全完了，钱家完了，我无颜面对先人啊！瞎子让人从那3处底下挖出了6块金饼子，大概在300两左右，这算是钱老登爆出的最后一点金币了。此刻，钱家的钱、粮、地契全都摆在了瞎子跟前，至于卖身契，早就一把火烧得干净了。小妾和奴仆们全都一脸期待地看着瞎子。为了让大家不走漏消息，给官府通风报信，大家都排队过来，同我们敬爱的钱老爷一道。捅了钱老爷，钱、粮食一样都不会缺你们的。众人面面相觑，看着失魂落魄的钱老爷，又看着满地的金银粮食，最终那个率先向瞎子磕头去搬粮的汉子接过匕首，照着钱开的腿狠狠扎下。很好，这银子归你了，粮食能备多少算多少，记得出门就喊，让村子里的人都过来领粮食、领地契。谢大侠，谢恩人。哎，等等，恩人还有何事吩咐？你可有田地被钱家霸占？回恩人的话，我家本驻村西头有5亩田地，被钱老爷以1两银子强买去了。识字否？不识字，但名字还是认识的。好，从中把你家的田契抽出来，归你了。多谢恩人，多谢恩人。汉子跪谢，从中拿出自己家的田契，便将地契又还了回去。他不会，也没那个胆子去昧下一些不属于他的东西。汉子领了钱和地契，背起一大袋粮食离开，这极大的刺激了剩余的人。他们捅钱老爷的动作都变得果决了许多，然后领着钱，背上粮食离去。钱老爷死了。在挨了第15刀时，就失血过多死了，但大家依旧接过匕首，轮流在他身上捅着。随着院子里的人越来越少，外面闻讯而来的村民就越来越多。农妇和女儿妞妞混在人群中，身后还牵着一只老骡子，神色复杂。那小哥人是今早去的，钱家中午就传出放粮的消息，这期间要是没有什么关系，他可不相信。直到他走进院子，看到小哥小哥，没想到真的是你。姐姐，这是给你留的，以谢你的收留之恩。这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妞妞呢？在门外候着呢。妞妞，进来吧。来，妞妞，哥哥抱。哥哥，你们这是在干嘛呀？我们在帮钱老爷免费搬家呀。妞妞想不想要骑牛牛呀？妞妞还挺大的。小妞妞想骑大牛，小马坏，不让骑。我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折腾，还是让墙角的傻大个来吧。好，一会儿就让妈妈带着妞妞骑大牛。真的吗？谢谢大哥哥。哇！瞎子摸着脸颊大笑，他很喜欢这个懂事却又不失调皮的孩子，比前世那些亲戚家的熊孩子强多了。周围领粮食的村民都露出了羡慕的神情，这可是一车粮食，还带头牛啊！钱家倒了，农夫家却一跃成为村里最富裕的家庭了。老嫂子真是有福气啊！得是人家这腊月寒冬，谁家都不富裕，只有他愿收留他人。这一车粮食还有耕牛跟白捡似的。这些都是姐姐应得的，你们谁要是敢把主意打到姐姐头上，这就是下场。大侠，您误会了，我们怎么敢呢？都是同一个村的。哼，你们敢不敢我不知道，但我会常来村子看看的。若是被我发现姐姐一家出了什么事，我能给你们粮食，也能要你们的命。在下的忙账，不介意再多沾几个人的血，明白吗？是，大侠说的在理，我等明白。就这样，帮钱老爷搬家的行动一直持续到了晚上。瞎子等人全都走光了之后，才走出宅子。没想到农妇还在等着他，于是瞎子便坐上了牛车，身后跟着老马，摸着怀里6个沉甸甸的金饼子，瞎子露出了笑容。老头，望你九泉之下能看到，咱现在也算是有钱人了嘞。